江河虽然用心虽好，但是他的这种行事风格，不易鼓励。省长，江河来了，请他进来。卢市长，王总。江河，你今天来，不是有话要跟我当面说吗？说吧。程副省长，卢市长，我这次来就一句话。这次在抗洪一线，我擅离职守，愿意接受组织处理，但是，我问心无愧。我希望省级、市级两级领导能够重新考虑，让我继续跟东江港人一起深化港口改革，完成建设国际远洋贸易港的目标。新华，你这个兵有点改革者的气魄吗？啊，好，走吧。江河，在你停职的这段时间里，举报信、求情信我都收到了。可说来说去，无非就聚焦在私心还是功利上，个人还是大局，要么是本位主义，还是大公无私上。各种声音我都听到了。你今天又能主动要求复职，好啊，这是我想要看到的。新华，我现在就回答你刚才的那个顾虑。对江河同志的处理意见上，确实传递出一种态度，对想干事、敢干事、能干成事干部的一种态度。江河在争取风度权的过程中，确实存在擅离职守的错处，需要做出深刻检查。但是，也正因为他有责任、敢担当，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放弃，才使得煤码头和华东地区的电煤畅通，同时得以保全。如果我们处分这样的干部，我们的心胸和包容度在哪里？如果处分这样的干部，让那些想要有所作为的人都束手束脚起来，那就是我们的罪过。程副省长，我狭隘了。新华同志，我们不怕干部犯错误，有哪个改革创新者不是在摸爬滚打中走向成功的？还是那句话，对于想干事、敢干事、能干成事的干部，我们就要给他们吃定心丸，敢于做他们强大的后盾。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到的。我真不知道江河这小子是不是真的有天命护体，这擅离职守都能让他官复原职，你说这省里还讲不讲点原则和党性啊？看来啊，我们是低估了省里对干部的宽容度了。要不说这小子命大呢，这么大事都扛过去了。估计省里头是看中他的东江港改革的实际成绩，再加上在关键时候啊，洪水又及时退去，没有造成任何的损失。哎，看来我跟江河是撕破脸了，他回来恐怕不会对我善罢甘休的。你是奉命行事，你怕什么？话虽这么说啊，可是我毕竟是逆了他的意，他是一把手，我这以后的工作恐怕不好做喽。是啊，我担心他再出什么阴招啊！这一击不中，让他死而复生，这是兵家大忌。我能有什么办法？人算不如天算。算了，想这么多也没有用。兵来将挡，见招拆招吧。江总好，江总，上市，新建海港，你这走的可是一盘大棋啊！一威，你愿不愿意当我的急先锋、当头炮？那还用说吗？好不容易把你给盼回来了，我当然愿意跟你大干一场了。不光是我啊，在东江港，但凡是有点追求的人，都愿意跟着你干，知道为什么吗？为
我听你这口气，要有什么高帽子送给我？谁给你戴高帽子了？我说的那是肺腑之言。你看啊，为了美码头，你豁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，这样的人，难道不值得我们去追随吗？哪有你说的那么高尚？吃公家饭就要把公家给你的事儿办好，不过是肩上的一份责任罢了。高尚也好，责任也罢，反正啊，大伙儿是认定你了。从你上次跟我说上市的事情之后，我就一直在琢磨这事儿。前面呢，是因为抗洪耽误了一阵儿，我做了一个初步方案，你看一看。我就知道你这脑子闲不下来。行，我看一看，如果可行的话，我们就在党委会上以这个作为蓝本。哎，一伟，我再给你吹个风啊！我已经跟集团公司的党委提议，由你担当这个集团公司的副总经理。如果一切顺利报批下来的话呢，我想让你分管煤码头、化工码头和集装箱码头，你有什么意见？谢谢江总的信任。我刚不是说了吗？我愿意跟你大干一场。你让我挑重担，我义不容辞。不过，恐怕有些人就不乐意了吧？这些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，啊，你全力做好目前的工作吧。东江港改革呀，缺的就是你这种想干事儿、能干事儿的人。我不用你，用谁啊？走。今天召集大家开会，议题呢就一个：东江港的改制上市的问题。不过在这之前呢，我想先说一说这次抗洪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重大问题。大家都知道，如果不是老卢同志用生命勘测出险堤，有针对性的下了钢筋笼，我们那个煤码头的防洪堤可能就溃堤了。真要是溃堤了，子堤能不能防得住洪水，那可就难说了。现在想一想，真是后怕呀。是这样的，陆站长是我们东江港的大功臣，咱们永远都不能忘了他。洪水过后呢，我们按照卢同志的意见，对这个防洪堤做了加固处理。在过程中，我们发现，在坍塌处露出来的钢筋，用锤子一敲就成2截了。昨天下午的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，这些钢筋的碳含量太高，各种指标都不合格，应该是企业用回收的废钢材提炼成的。这些劣质的钢筋怎么会用在我们码头的防洪堤上？这个问题一定要查个清清楚楚。江总说的对，这个事儿一定要一查到底。当初和孟建荣签订重建煤码头的防洪堤的合同的时候，就已经商定了，钢材是由我方代购。后来发现这钢材无法使用，不合格，就给退了回去。至于这个劣质钢材为什么有一部分用在了防洪堤上，朱总已经责成孟建荣去自查了。一定要给我们港口集团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法。对，我已经非常严肃地跟他谈了这个问题，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。让孟建荣自查，肯定查不出什么来，一定要组成由我方主导的联合调查小组，详查当年的工程日志。本来这个调查小组的组长呢，应该由我来担任，但是后面我还要跟沈总抓上市的事儿，所以老秦啊，这当年这个项目是你来负责的，你应该比较清楚，啊，所以这个调查小组的组长就由你来担任吧，怎么样？好，这个调查小组组长就由我来当，我再把当年的那些监理公司给叫回来，一定要把这个事查出个子母阴谋来。
董事长，东江港最近开始全力推动上市计划了，咱们丁氏是不是应该也有个态度啊？这个江河还是很有商业手段的，头脑也清醒。他们要上市，我们支持。我会尽快的让薇薇去东江港。我们呢，现金增持，继续在新公司保持30%的份额。董事长，我感觉丁总最近的状态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啊。啊？我也不知道我的感觉对不对。丁总这段时间把自己的工作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，一点空闲的时间都不留给自己，而且工作结束之后呢，还亲自督促默默的学习。他这么连轴转，是要把自己的身体给累垮了。薇薇这孩子，面对别人是八面玲珑，应付四无，可面对江河呢，我早就给他说过，不要委屈自己。董事长，您跟丁总情同父女，我看您是不是多抽出点时间，多关心关心他？我还是太忽略他的感受啊。哎，他人呢？他去崖山了。好，那我们下面正式讨论东江港上市的问题。目前我的想法呀，是把我们港口集团的散货码头，还有这个煤码头和集装箱码头拿出来，再引进一些有助于我们港口发展的优质资源，像是崖山煤矿、东海油田，我们在一起呢，组建一个股份制的能源码头公司，进行上市运作。按照这个思路呢，沈总搞了一个东江港上市和对接“一带一路”的初步想法，方案都发给大家了，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。沈总和张总做的这个方案，我看的时候非常的兴奋。实现海陆统筹，发展海洋经济，港口啊是最重要的战略支点。先争取上市，后融入“一带一路”，也非常有可操作性。郭总啊，我觉得这一阶段谈上市，可操作性不是很强。现在东江港刚刚恢复元气，一切还要维稳啊。等能够持续盈利，我们再谈下一步嘛。我赞成老秦的话啊，步子要迈得稳一点。但是这个跟上市不冲突啊，这上市也是一个自我完善和成长的过程嘛。大家看到的这个上市计划书是我跟张总共同起草的，因为上市牵扯的问题比较广泛，下面我就先介绍一下具体的流程。就刚才介绍的这些工作量，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抽调熟悉港口历史、生产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的人员，组成上市筹备小组，来专门运作企业上市。问题是我们说这么热闹，是不是把人家丁氏集团给漏掉了？丁氏集团可是占煤码头30%的股份啊！你上市这么大的事儿，是不是得征求一下人家意见？朱总提醒的是，这个丁氏集团的持股比例啊，在我们新的公司组建以后呢，肯定要重新认定，这个需要跟他们重新商榷。江总啊，我觉得我们现在就不要讨论具体事宜了。说实话啊，我对于咱们上市呢，一直存有疑虑。咱们东江港刚刚盈利没多久，不进行资产分拆，5年之内不用上交企业所得税。但是如果以优良资产来重新组建股份制的公司，这个税是必须要交的呀。如果上市成功了，那没问题；如果不成功呢，我们不但融不到钱，还要交几千万的税。那职工们会怎么想啊？啊，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？以上所说的只是我一个个人意见。我认为啊，我们东江港最好是在3、5年以后进行上市更为稳妥。我先表个态啊，如果非要在总经理办公会上举手表决这个上市问题呢，我不举手。但是也不反对，在保留个人意见的前提下，
齐全。老秦的想法很实际，我很理解老秦的顾虑啊。这段时间呢，我也调研了几个上市公司，也都存在这样的问题。当然了，也有一些成功的经验我们可以借鉴。但是最重要的是，我们还是要摸索一条适合我们东江港自己的道路。我强调一下啊，东江港如果想做大做强，就要在这个资本的平台上进行建设，包括海外并购、融入“一带一路”，这都需要大量的资金。如果光靠银行贷款的话呢，这一是这个操作难度太大，二是这个利息也不堪重负。所以只有上市，才能够解决我们东江港未来发展需要的资金问题。我赞同江总的观点，上市是第一位的，其他的工作我们可以把它做得更细致一些，那衍生出来的问题就能够顺利解决。好，那下面就以东江港组建股份制公司、运作上市的提案进行表决，同意的请举手。老秦啊，果然不出我所料吧？开始拿咱们俩开刀了。刚才的事儿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赶紧去找建荣集团去问个清楚，然后该怎么办就怎么办。老秦啊，你这么说话就太不够意思了吧？万一孟建荣反咬我一口，说是我以次充好把刚才又用上了，怎么办？你干没干？啊？你要是没干，你怕什么？老秦啊，我把话摊开了说吧。万一查下去，孟建荣跑不了，我肯定有责任。我是替你捏把汗。哼，你威胁不着我，老朱啊，这事儿来了跑不了。你知道江河为什么要让我来查这件事吗？是啊，为什么呀？按理说，好不容易逮到机会了，我们得往死里整我们俩。他现在心心念念的是上市。这复职回来第一次开会，就先给咱们来个下马威，然后呢，再卖个人情给我，意思就是说这事儿可以先不追究，但是这上市的事儿，你可别给我唱反调。哦，我说你这么容易就弃权了呢？那就是说，上市的事儿只要我们不捣乱，他就能放我们一马。哼，江河是个讲原则的人，依我看啊，他这只是缓兵之计。那说了半天还是过不去啊，早晚得秋后算账啊。哼，秋后算账，我看你啊就是活该，手太贪，心太黑了。那批钢材明明是退了货了，为什么莫名其妙就回来了？这里头怎么回事？你最心知肚明。真要是秋后算账的话，我看你能有什么说的？是，我是没什么好说的。你这说也说了，骂也骂了，你得帮我想办法呀。想办法？还能有什么办法？赶紧去找孟建荣，看看他有什么法子没有。啊？还不赶紧去！哦。
伟，我打算让你牵头迅速的把组建新公司的工作开展起来。我给你3个月时间，我们把东江港能源码头股份有限公司的牌子挂起来，怎么样？有信心吗？信心当然是有了，咱们不得发扬超前性思维、超常规工作的精神才行吗？就目前工作量最大的一块就是资产剥离和资产评估这一块，然后才能对企业优良资产实行股份制改造。就凭财务中心现有成员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，咱们还得从其他分公司抽调一些财务人员配合工作完成才行。另外，还得请专业的中介机构来给我们指导工作。这些你放心，我很快把人员给你配齐。行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心里就有底了。还有啊，刚会上提到丁氏集团，他们毕竟在煤码头占30%的股份，上市这个事情，不知道他们什么态度。丁氏集团应该不会反对上市，就是关于他们的股份占比问题，得好好谈一谈。丁总，这里就是我们新煤化工园的产业用地，现在呢，各方资金都已到位，下个月就可以进行基建工程招标了。我们丁氏集团也想为产业园出一份力啊，到时候我们会按正规程序参与招标的。哦，据我所知，丁氏集团好像没有参与这方面的业务啊，好像你们连施工队都没有吧？廖矿长，我现在正在积极地收购一家工程公司，这家公司很成熟，承包基建工程不成问题。丁总这个算盘打得好，投进来的钱又通过基建赚回去了。廖矿长，您误会我了，我们承包基建工程不是为了赚钱，我可以跟您保证，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，我们的利润不超过5%，怎么样？你们不赚钱？我们的目的是把产业园早日建成，推上轨道。丁氏集团果然诚意十足啊！我今年真是倒了大霉了。实话跟你说，但凡能帮你顶了这个事儿，我也不差这一桩了。可这退货钢材是怎么又用到大地上的，您心知肚明吧？即便我帮你顶了这个罪，他也没人信，不是？老孟啊，你要这么说话可就太伤感情了。你只要一口咬定说那钢材已经退货了，不就把我摘出来了吗？然后呢，我再次提供的还是一批次品，并且瞒过你的眼睛用到大地上，谁信呢？怎么没人信啊？我是有可能疏忽的。你疏忽，这话你也说得出口？合着到时候所有的错都是我的，我进了监狱，你顶多背个处分。朱总啊，就算我傻，我答应你了，人家办案人员不傻吧？到时候把我抓进去，一项手段，什么不该说的我都说了，那可就完了。老孟，别激动啊！你的事儿呢，我还是了解的。36计走为上策，既保全了自己，又保全了我和老秦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朱总，你当我不想走啊？可我欠着银行一屁股债呢，我能走到哪儿去？要不这样，你帮我把银行债先还了。别扯淡了，我哪来那么多钱啊？所以啊，这是个死局嘛。还忙呢，快过来吃点东西吧。天天这么废寝忘食的，小心积劳成疾啊！啊，沈义威担任集团副总的任命下来了。真的？那太好了，这以后有人帮你分担了，你也不用这么累了。我呀，把几个码头都交给他了，我看这小子能折腾出什么样来。来，吃吧。正好饿了。
问你什么时候去我们家吃饭呢？他家给你做饭吃。你爸呢？我爸，你爸什么意见？就算他有意见，他也听我妈的呀，对吧？行，我就向卢市长学习，听老婆的话，跟党走，有饺子吃。这才对。来，好吃吗？江总、沈副总，大成律师事务所的郑大成律师。大成，这位就是我们集团的江总、沈副总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郑律师。你好。早就听说郑律师是资深的上市律师了，那法律问题就请您多指导了。哎呀，江总客气了。既然江总信任，聘请我担任你们上市的法律顾问，我会竭尽全力的。那我们就先带着郑律师在各个码头转一转，好，然后再去沈副总的办公室坐一坐。好，郑律师这边请。好，来这边走。这边啊，还有那边都是我们的散货码，然后呢，往前走就是我们的煤制厂。丁总，最近我遇上一桩难事儿，不瞒您说，命都快折里了，希望你能帮个忙。孟总遇着什么难事儿了？还不是九眼天珠的事儿。哦，我听说了，那串九眼天珠被孟总大价钱买走了。哎呀，没买着这个宝贝，我还挺遗憾的。不过没关系，以后还有机会。孟总一定是很喜欢这串宝贝啊，怎么会是难事儿呢？薇姐，前段时间黄朗写了一篇有关天珠的文章，发表在了香港各大权威杂志上，现在圈内是众说纷纭。我想，孟总拍得的那串天珠，应该暂时是得留在手上了。留在手上，7000万呢，都打了水漂了。孟总，这说的哪儿的话呀？您可是东江市基建行业鼎鼎有名的大人物，区7000万，那算得了什么呀？是啊，孟总，您拍得的那串天珠，那也是藏玉寺庙里面流出来的老珠子，也是价值不菲啊。您沉一沉，说不准能卖到一个好价钱。如果现在又是请律师，又是打官司，闹得满城风雨的，我想在圈内也只会是传为笑谈。孟总啊，姑且不说您买的是真宝贝，在古董行里，不管买家还是卖家，看走眼都是常有的事儿。退一万步讲吧，就算买着赝品了，买家双方那都是心照不宣，不往外说的。您就说海涛的姥爷黄元昌老先生，在古董圈里也得按这个规矩啊。是啊，孟总。那既然这样，哎，对了，我记得丁总也喜欢这串九眼天珠吧？那我原价卖给你算了。这串珠子我倒确实是很喜欢，不过原价，孟总啊，您这串珠子现在市场价对折，可能都没人要了吧？我实话说了吧，我本打算接下延山煤矿一个基建工程，但手里流动资金不充裕，才想了这么个主意。您是拿流动资金买的天珠啊？是，我鬼迷心窍了，行吧？那这个忙我得帮啊，孟总，就是不知道您下不下得了这个狠心。你说说看。天珠治标不治本，不如你把公司卖给我。卖公司？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，要是我没估计错的话，您现在资金链断了吧？银行在逼着您还贷款吧？您要是贷款还不上，公司就得查封抵债，到时候1分钱都拿不着，对不对？我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这点难题难不住我。那是当然，孟总是响当当的大人物啊。可是现在架在您脖子上的刀，不止这一把吧？你什么意思？
房宏帝劣质盐钢的事儿现在被扒出来了，调查小组一旦建立，你想在东江市再待下去，那就是坐以待毙啊。孟总，您今天来找我，心里一定也是有盘算。你们公司现在危如累卵，你心里一定很清楚，除了丁氏集团，建荣集团现在的债务没人能盘活，还能有点利润。到时候您拿了这笔钱换个地方，还是可以很体面的过完下半辈子。郑律师，有什么问题吗？这个丁氏集团的合作协议，可是你当初亲自主持签订的吗？啊，大成，这份合同啊，是港务局时期秦局主持工作的时候，代表港务局跟丁氏集团签订的。那个时候啊，江总都还没有来到港务局呢。郑律师，有什么问题，您不妨直说。以我对港口业的了解，当年你们对煤码头的资产价值评估好像低了点儿。不知道这家评估机构是从哪里找来的？您的意思是，当时码头的股份被贱卖了？我曾经做过几个类似港口企业的案例。对资产的规模和评估价值大体还是有数的。郑律师，那我们现在还可以追究这家评估公司的责任吗？没用了，既然合同已经签订了，就算我们找出当初的一些问题，你们的损失已经无法追回了，只能说丁氏集团做了一笔好买卖。当时啊，这件事情啊还上了党委会表决的。现在看来，咱们还是经验不足啊。郭局，我提出这个问题不是给你们添堵啊，我只是想提醒一下，这个评估报告的出具机构必须要有证券从业资格，如果没有，需要聘请有资格的评估机构进行复核。包括里面丁氏集团的股份，在接下来的重组中，不管怎么折算，你们都要在正确评估的基础上进行协商，不要再让人家牵着鼻子走了。你把这家建筑公司的情况了解的再具体一些，回头再跟我说。啊，叔叔，建荣集团被我们拿下了。这真是个好消息呀！哎呀，具体收购的时候，把债权债务处理干净。您放心吧，我不会让孟建荣钻空子的。坐，哎，梅梅啊，在国外历练了这几年，你整个人都脱胎换骨了，事业上是得心应手。丁氏集团呢，逐步交到你手上，叔叔我深感欣慰，啊。但是你毕竟是个女人呐，父母又走得早，啊，叔叔我希望你感情上有个依托，有个人能帮着你陪着你。那时候我看你对江河有点割舍不下，所以才同意你回到东江港的。我知道，回来我也没后悔。原本想呢，你和江河有感情基础，只要你同意，他有什么不乐意的？没想到几年下来，他确实就不一样了。叔叔，您就别操心了。这段时间我也想明白了，
可能确实，卢倩比较适合现在的江河吧。我也不想勉强。真的？那默默呢？他情绪上能转得过来吗？好多了，毕竟是多文化背景下长大的孩子，接受度还是要比一般孩子高的。我跟他商量过了，这个学期结束送他回美国上学去，他自己也同意了。那你呢？你是不可以借这个机会散散心。上市的事儿，我可以另外调人来顶替你。我希望你放松一下，我不反对的。不用，叔叔，我又不是小孩子了，我可以调整自己。这次上市对丁氏集团来说还是很重要的，所以初期谈判我亲自去比较放心。那好，这件事情呢，你自己决定。叔叔还是那句话，这世上没有任何人值得你受委屈。叔叔希望你好好的。我知道。这合同明显有猫腻。我跟你说，江总，秦石和朱三彩肯定都有问题。这话不能乱说啊！这不明摆着的吗？评估公司丁氏集团就算有勾结，那他们是怎么骗过朱三彩和秦石的？评估公司是不是朱三彩找的？最后的合同是不是他秦石签的？要说这俩人没问题，没收丁氏集团1分钱，我100个不信。先别激动啊！我刚才看那个郑律师啊，说话还是有所保留，有些话没说。我让老郭去找他了，听听他怎么说吧，再做打算。这就是贪污受贿、侵害国有资产了。如果真如你所说，那这事情可就严重了。大成啊，今天你好像有所保留啊，是不是有些话不好说？老郭，你跟我说句实话，这件事你到底参与了多少？我今天已经说了，我只是在党委会上表决的时候没有提出反对票。其实当时我也是心存疑问，只是负责这件事情的朱三彩说，他请的是第三方的专业的评估公司，走的也是正常的程序。再想想，港务局当时这个烂摊子，所以我就没有提出质疑。老郭，我今天说你们被评估公司给坑了，不过你想，评估公司为什么要坑你们？想过没有？难道他们被丁氏集团收买了？这是毋庸置疑的。不过，一般评估公司是你们委托的，结果也是你们要认的，所以你方的负责人是最为关键的。你的意思是，有人收受了丁氏集团的贿赂，才造成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？这个我可不敢说，无凭无据。不过我要提醒你，还是要慎重一点。所以有些话，我是万万不能在别人面前说的。我跟你说的，你最好也烂在肚子里。大成，你不知道我们江总这个人，他是一个心底坦荡、一心为公的人。如果让他知道这样的事情啊，一定不会善罢甘休。你明确地告诉我，这种情况之下，怎样才能追回流失的国有资产？除非司法介入调查，找出贪污受贿的实际证据，这样才能让你们的合同失效，收回股份。不过这个事儿啊，非常的复杂，牵扯到你们的高层，还是陈年旧账，取证困难。在这个上市的敏感时期，你们确定要把这个事查到底吗？想，来，坐。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？
我还以为你会像上次一样不来了呢。你是不知道啊，就是在这里，上次就是因为你没来，我让一个女人给设计了。